如果用一个关键词让你形容 OPPO， 你会用哪个？先不用着急回答，看完今天400位用户的答案，我相信你会对 OPPO 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当然并不一定全是好的。自从 OPPO 发布了 Find X7 系列到今天这期节目发布，已经过去了5个月的时间。或许你从一些媒体和用户那里都听到了很多关于这台手机亮眼的地方，那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们在这段时间找到了400位拥有 Find X 系列的用户，希望通过他们的回答，找出一个更加真实的 OPPO Find X7。我们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调研，结果调研结果远超我们的预期。我们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用户不太喜欢 OPPO， 也不知道用户喜欢 OPPO 的地方和我们这些做评测做产品的人设想的完全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选择 OPPO， 为什么放弃 OPPO， 更不知道原来 OPPO 早就不是以前的 OPPO 了，它在用户心里变了，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欢迎收看我们全新的调研节目，我是热带大魔王。与我们之前做过的调研一样，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向400位购买 Find X7 系列的用户发起了一项调研。那这项调研共分为5个部分，分别对 Find X7 的整体印象、对硬件的印象、对软件的印象，以及对影像的印象，以及对 OPPO 的印象。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整体评分以及各个大项的 NPS 评分。Find X7 系列整体 NPS 也即你是否会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这款手机，1到10分，7分。硬件 NPS 6分，软件 NPS 8分，影像 NPS 8分。最后一项，你是否会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推荐 OPPO 这个品牌？1到10分，我们得到了迄今为止所有品牌的最低分4分，这也是最让我们惊讶的一项。那这个会在视频最后跟大家详细分享它的原因。我们来说一下 Find X7 系列的整体印象。首先，购买 Find X7 的主力人群年龄主要在25到35岁之间，依旧是目前主流电子产品消费人群，其中有 55% 的受访用户购买的是 Find X7 Ultra 版本。相比较荣耀而言，购买 Find X7 系列的女性用户明显更多，占到了 43%。在你从何处了解 Find X7 系列这款产品的回答中，有 50% 的用户是通过线上了解的，这部分以男性为主，年龄分布在25岁左右，换机频率也以17个月遥遥领先其他渠道的用户。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 50%， 也就是200位用户中，有 17% 的用户是通过小红书了解到 OPPO Find X7 系列的，那并且吸引这些用户的小红书博主没有一个是数码博主，那这一点也是蛮出乎我们意料的。有16位用户说是因为看到了水印就去搜索 Find X7， 还有3位用户说是自己在评论区问博主用的什么手机拍的照片，那得到答案之后去搜索的。那虽然我以微博为主营阵地恰饭，但是我还是要劝劝 OPPO 可以多投放一些小红书生活类亲子类博主，只要让他们带着水印天天发照片，品牌影响力还会继续提升。而更需要 OPPO 注意的数据是，有 27% 的用户是从 Find X6 系列里面升级来的，有 14% 的用户是被身边的朋友推荐才去了解的。那这就说明 Find X7 能有好成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Find X6 的成功。14% 的用户引荐数量虽然不高，但是这是朋友家人之间的引荐，说明使用 OPPO 的沉默大多数开始多了。那这一点对一个品牌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比较贵的产品、大宗消费品，老带新永远是最难爬升的数据。但是 OPPO 的朋友也不要高兴得太早，这 14% 的用户满意度是很低的。当问及他们是否继续愿意推荐 Find X7 给身边的朋友的时候，数据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那这并不是说 Find X7 用起来不好，而是在体验上不符合他们的预期。因为朋友介绍产品的时候，个人主观情绪往往要比销售要多，尤其是在控制预期上销售会通过问你的问题，例如你的预算、你的使用情况、你购买手机的目的，来判断哪款机器更适合你。那朋友不会，朋友只会说牛逼吗？买了。这样一来就容易造成预期错位，那这些用户的 NPS 也会随之下降。难道都怪用户太喜欢 OPPO 了吗？当然不是，其实这说明了 OPPO 在市场营销上的重大缺失，对于下沉市场的营销不到位。那或许有综艺的植入，有地铁公交广告牌，用户虽然知道这是 OPPO， 但对于 OPPO 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是怎么做到这种程度的，完全处于懵懂状态。那这一点其实和 vivo 很像，vivo 调研我们下期节目说不要着急，会轮到你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看到 KOL 推荐 Find X7 之后，
下单到手，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就开始茫然，甚至会出现不过如此的感叹，感觉其他手机也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那不要怀疑这种质疑的感觉，在这400位用户中，有74%的用户也和你有同样的感觉。那再回答我们问到你在使用 OPPO Find X7的过程中有遇到哪些问题时，74%的用户表示遇到过这些问题，但并不知道或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帮助。这74%的用户年龄基本在30岁以内，所以我们猜想他们应该是互联网的重度用户，遇到问题习惯搜索。后来的数据也印证了我们的猜想是对的，因为剩下的26%用户年纪分布较大，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去线下零售店或者拨打客服电话寻求帮助。这说明 OPPO 对于用户反馈问题的渠道建设依旧薄弱，线上客服只能回答购买和售后的问题，那对于使用问题，在网上很难找到准确的答案，并且 OPPO 官网知识页面设计的十分反人类，一些 Keybase 帮助文档几乎是落后于市售机型的。那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建议是 OPPO 做统一的线上线下整合，让更多的一线人员有时间参与到线上互动中，并且在官网介绍相关功能时引入更多的使用技巧分享。不要再迷恋造词了，以前我们跟你们反馈官网用词太孤傲，你们不听。在我们的调研中，有近乎80%的用户回答错了你知道什么是回眸人像这一问题了。大家也可以猜一猜什么叫回眸人像，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你知道它是在哪些场景下可以使用的吗？那不过 OPPO 的朋友也不用沮丧，在官网评价中，你是否能通过官网获取完整的设备信息这一问题中，你们的得分遥遥领先好基友 vivo。其实通过对比也能看出来，OPPO 的官网描述虽然也是会有晦涩难懂的词出现，但基本都还在可以理解的层次。那再看看 vivo， 不得不说你确实在问及你选择 Find X7 系列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中，影像占到了43%，外观占到了19%，充电速度占到了9%，功能丰富占到了7%，品牌形象占到了6%，售后服务占到了6%，运行速度和流畅性占到了5%，其他位也是为5%。那这里有3个地方需要着重说一下。首先是影像，那这个选项得到高分，说明用户确实认可 OPPO 的影像，并且极有意思的一点是在这43%因为影像而去购买 Find X7 系列的用户中，有7%的用户向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推荐了，并且确实最终购买了 OPPO 的 Reno、K 系列和 A 系列。这不光说明了这些用户对 OPPO 有了一些认知还说明 OPPO 的影像标签开始辐射到中低端机型了。但这里也要和大家明确一下，我们并没有进一步的数据去证明 OPPO 中低端机型的影像影响力。Reno 的系列调研我们也会展开，但因为时间精力的关系，我们只能依次去进行。同时做个广告如果你也用 OPPO Reno 系列手机，请与我们私信联系，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调研中寻求您的帮助，无论是您的吐槽、赞扬还是期待，都会直达厂商，没准下一次产品的更新就有你的影子。那其次呢，就是功能丰富，我们对这7%的用户进行了进一步调研，听听他们到底觉得 ColorOS 哪里丰富了。我们得到答案最高频的是，相册可以做 AI 消除，查看快递很方便，自动接电话助手很方便，相机里的萌拍很好用。不知道这几个是不是你常用的功能但反正我看到这些答案的时候也蛮震惊的，和我这种手里一大堆数码产品的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认为的丰富是应该有无数个人无我有的独特功能，但没有想到反而是那些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功能让这些人很感兴趣。尤其是有用户说相机萌拍，我也是看到结果才反应过来，OPPO 还有这个功能，但它藏得很深，一般人还真难找得到。这一点在后面的软件调研中也有所体现。那最后就是外观设计，这个结果与大家预期也不太一样，19%的用户因为外观选择了 Find X7 系列。这个数据并不是说 OPPO 的外观设计有多差，只有19%的人喜欢，而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的用户会因为设计无脑下单。我知道这会儿弹幕肯定会有人说 Find X7 的这个设计也叫好看，也能被喜欢。这不奇怪我也有颜粉的，对不对？那这个数据其实证明了 OPPO 对于外观的设计开始回归正常，抛弃了以前自我感动的复杂情绪。用户不会因为你用了良品率极低的工艺而选择和你一起感动，反而会因为你用了一个不争夺功能眼球的外观而更有安全感。19%的外观选择率已经很高了，虽然不能和华为、荣耀比，但确实比小米、vivo 高出不少。
还有其他几组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和大家分享一下。7%的用户是将 Find IC 作为备用机，主力机一般为 iPhone 或者华为。11%的用户手里的 Find IC Ultra 是他们第一台 OPPO 手机。32%的用户有车，这其中特斯拉、理想车主占到了比较多的比例，单一品牌占比比较大的是比亚迪。我们算了算，车辆均价维持在15万这个区间。38%的用户有孩子，22%的用户有甜蜜的另一半，这其中不到30%的用户呢，另一半也用 OPPO 手机。19%用户月出差频次在1到2次，一半以上的用户在南方，一半以上的用户喜欢旅游。那接下来就是硬件 NPS 了。虽然只有6分，在 NPS 评定中不算是高分，但我倒是希望 OPPO 的朋友看了不要沮丧，因为绝大多数的用户给出低分的点在于续航，在续航上给出0分的用户就有16个，给出5分以下的用户就有200多位。其实和我想的有点差距，我个人觉得续航还可以，但当我看到在续航上给出高分的用户的使用环境啊，我就明白了。我觉得续航还可以，是因为我和高分用户一样，OPPO 虽然是我随身携带的常用手机，但我还有 iPhone， 两个手机均摊了我的日常需求，所以我才感觉不到电量的流失。可一旦你只有一台手机的时候， OPPO Find S7 系列的续航可能就并不如意了。我们也单独调研了这216位用户的使用场景，那如果你也和他们一样，那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多备一套充电器或者充电宝了。在216位用户中，有37%的用户每天都会打游戏，并且游玩时间都在2小时或者3小时以内。这其中呢，有37%的用户玩的是王者荣耀，有23%的用户玩的是原神，20%的用户在玩消消乐纸牌类游戏。在216位用户中，有77%的用户有每天都会去看短视频的习惯。这其中呢，有90%以上的用户每天观看短视频的时长超过1小时，有82%的用户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小时，有55%的用户日均观看时长超过3小时，有46%的用户呢每天都会看直播，日均时长45分钟，有21%的用户每天都会打开购物软件，这其中呢有80%的用户日均购物时长超过1小时，有17%的用户会在通勤路上收听广播，这其中只有不到40%的用户会提前缓存，有14%的用户在通勤路上看小说，这其中会有50%以上的用户调整过屏幕亮度，有13%的用户每天都会拍照，这其中有77%的用户以照片为主，有89%的用户会进一步修图，有32%的用户修图时长超过了30分钟，有22%的用户每天都会和朋友家人进行视频通话，这其中超过80%的用户都会将屏幕亮度调到最大，有66%的用户会开启导航，这其中有97%的用户在无 WiFi 的环境下使用蜂窝数据进行导航。那这里要单独说一下，这些导航用户给出低分的因素不光在续航上面，也因为车载环境充电慢和发烫2个原因的影响下给出的低分。但是这个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 OPPO 其实并没有做好一个工作，告诉用户其实 OPPO 也在销售车载类充电产品。其实从这些数据能看出给出续航低分的用户多数还是以大能耗场景为主，尤其是短视频的观看。虽然大多数用户都是在 WiFi 环境下去看视频，但很少有用户边充电边看。一方面是受到充电不能用手机的这个传言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 OPPO 对于整体产品特性的宣传不足。用户在购买产品之后，其实就从主动了解产品特性转为被动，除非手机坏了出问题了，很少再和厂商有进一步的交流机会。如果厂商主动放弃与用户进行沟通，那用户的 NPS 低也是必然的。硬件就没有高分的了吗？当然有高分项有哪些呢？通话质量以及信号稳定性、屏幕舒适度、重量及手感、外观设计和震动效果。那中分段有外放效果、屏幕误触率低、抗摔、指纹识别速度。对于我个人而言续航这个问题不是最大的，因为 Find X 系列本身对于续航的标定就不像荣耀1加那样极端，那改起来也快。反而硬件上另外一个问题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当我们问到你是否了解 OPPO 还有除手机外其他产品吗？如果了解，请列举。当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78%的用户选择了不了解，22%的用户选择了了解，但高频词也仅仅是耳机、充电宝、数据线和充电器，其次是贴膜。那这个答案很令我震惊，倒不是因为 OPPO 不产贴膜，而是因为 OPPO 的硬件产品数量虽然比不上苹果和华为，但也不少了。甚至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OPPO 也是出手表的。
在我们调研用户中，仅有不到35%的用户知道 OPPO Watch 这件事儿，并且还都是特斯拉、理想车主为主，甚至有用户会在后面填小天才手表。我真的是为 OPPO 捏把汗。比这个数据还要惨的是 OPPO Pad， 仅有30%的用户知道 OPPO Pad， 更别提 OPPO 的车载充电器、OPPO 的散热背夹、OPPO 还有100瓦双口充电器之类的了。那或许大家会说啊，这些小东西不影响整体啊。那如果你也这么想啊，恭喜你，你也可以去 OPPO ROT 部门上班了。一个繁荣的品牌提供的绝不可能是单一产品，麦当劳不会仅提供汉堡、薯条和可乐，星巴克也不会仅提供咖啡和苹果电脑，中石油也不会光让你加油。一家企业提供用户解决方案，它就需要让用户知道我是一个整体，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产品、服务和配件，它们之间默契配合，才能让你的生活更加精彩。麦当劳可以给孩子办生日宴会，有周边产品；星巴克有咖啡豆、有杯子、有落地窗和无线网；加油站也会给你个便利店，让你结账的时候顺手买点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 OPPO 会被一个完全可以通过自家产品解决的续航问题变得如此焦灼。那即便是高分项再多，依旧会被一个开几个会就能解决的问题拉低分数。我们之前做视频常常提出一个观点，不光要提供好产品，也要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OPPO 仍然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软件部分就要轻松多了， OPPO 的朋友如果看到这里可以松口气了，至少 ColorOS 团队的年终奖是能保住的啦。在软件部分的高分项也充分说明了我们之前在硬件部分提到的问题，那这个高分项就是 AIGC 消除对啊，就是那个你动动手指就能把照片里你不想要的人删掉的功能。几乎所有的用户都给这个功能给出了高分，但你知道这些用户是从哪里知道 AIGC 消除这个功能的吗？在400位用户中，有55%的用户知道 OPPO AIGC 消除功能。或许大家会以为他们是通过微博、B 站、小红书、抖音之类的平台去了解这个功能的，但实际上这些用户是通过线下销售人员介绍才知道的。而他们是怎么去线下的呢？去贴膜。是的，这个很无厘头。我们在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也很震惊， OPPO 居然提供免费贴膜。那这些用户是怎么知道 OPPO 提供免费贴膜的呢？OPPO 商城的 APP 推送这里也要告诉诸位OPPO 一加的用户每月16到18日是 OPPO 的会员日，你去带有会员日标签的 OPPO 服务中心就能免费贴膜，官方配件还有8折，对，打折。如果你买了Find X7，也不要浪费自己花出去的钱，在会员里注册一下，1年就能免费贴4次。那如果是高级会员，恭喜你1年能贴6到8次。所以这里还是要呼吁一下 OPPO， 整合一下你们的服务方式吧。还有一组数据值得 OPPO 的朋友注意，在这55%的用户里面，有37%的用户希望了解 AIGC 消除的工作原理，有21%的用户希望了解 AIGC 消除的更多功能，还有19%的用户希望了解 AIGC 消除是否可以在其他品牌机型上使用。但上述3个高频次的问题都没有一个官方的统一说法，也就是说 OPPO 仅仅将这些功能推向了市场，但并没有帮助用户去延伸他们的使用场景和需求。这个问题在接下来一项调查中尤为突出，那就是影像。毫无疑问，无论是从媒体口碑还是从用户口碑中， OPPO 的影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调研结果中也有所体现。用户对于 OPPO 的印象开始从走量的潮品转为影像旗舰，那这一效应开始辐射到中低端机型，在 K 系列与 A 系列的选择中，影像也是吸引用户购买的重要因素之一。影像是展现 OPPO 故事的最佳讲述者，有效连接用户与 OPPO 品牌。OPPO 影像可以激发用户的热情，满足他们的个人需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OPPO 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也并没有方向去迎合用户对于品牌印象的改变，也就是我们这期视频老生常谈的问题。 OPPO 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扭转了自己在用户中的形象，但依旧不知道前路该是如何。他们有能力让用户信服他们的影像能力，但他们无法回答用户一个问题，然后呢？在我们调研中，有87%的用户在激活手机之后第一时间打开了相机 APP， 这其中有32%的用户点开了所有选项并尝试使用了一些功能。那这个成绩要比其他品牌要好很多很多很多。但接下来的数据就没有那么喜庆了。
在87%的用户中，仅有不到40%的用户在当天第二次打开了相机 APP， 更有接近10%的用户再一次打开相机 APP， 已经是5天之后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OPPO Find SE 系列的影像并没有让用户足够惊艳呢？并没有。同样是这10%，5天都没有第二次打开相机 APP 的用户，在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里，打开相机 APP 的次数多达每天3次。那这个数据甚至要超过荣耀 Magic 6系列2天1次的很多了。说明用户是非常喜欢用 OPPO Find SE 系列拍照的。那问题出现在哪儿呢？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因为有更让你急的数据。在我们调研中，有71%的用户从来没有使用过大师模式，他们高频次使用的是照片和人像2个功能。也就是说，在 OPPO 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推广的大师模式，用户并不感冒。原因并不是不好用啊，在这71%的用户中，有31%的用户压根儿不知道大师模式是干什么的，27%的用户感觉和照片模式拍出来的一样，19%的用户感觉界面十分复杂，直接劝退。换句话说，有219位，已经超过1半的用户是还没了解大师模式就再也不会使用的了。这对于 OPPO 来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儿。那我们回到那个问题，那问题出现在哪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 OPPO Find SE 系列的用户为什么会拍照，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用手机拍照？因为分享和探索。那现在手机影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可以触摸相机领域的地步，同时有着自身移动通讯的优势，可以让用户拍完就能发朋友圈、发微博，让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所见。那拍照的方式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门槛也在降低，它不再受到经验、需求和兴趣的限制，谁都能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用户不会在特定的时间场景下才会拍照。OPPO 用更好的硬件和算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复杂光环境下，都能拍出更有质感的照片。所以 OPPO 会吸引很多用户购买 Find SE 系列，拍照门槛也应该进一步降低。那用户需要更简单、快捷、安全的反馈，那翻译过来就是按一下快门就能获得一张稳定的、优质的照片。但用户需求的增加，市场竞争不断的加深 ，OPPO 不光要做减法，还要做加法，要尽可能的让用户在复杂界面更快速的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处理眼前的内容，快速做出决策。但是当用户看到什么 EV、AF、SO、ROM Max 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会快速的对准自己的需求吗？会知道眼前活蹦乱跳的孩子到底该用什么格式去记录吗？会在阳光穿过楼宇缝隙的时候进行快速的构图吗？很遗憾啊，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 ，OPPO 很难在这上面与用户共鸣。OPPO 用了超规格的硬件和算法，让用户有了安全感，但在大师模式上或者更复杂的功能上却无法与用户产生共鸣。那该如何解决呢？如何让一个复杂功能与用户产生共鸣呢？其实也很简单，就像乔布斯把鼠标和 Home 按键递给你一样，不光是按一下就能实现某种功能，也要告诉用户，当你按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换句话说，如果 OPPO 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让用户喜欢上拍照，那就应该让用户在大师模式中实现更多价值，让影像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大师模式应该是热爱记录的用户心中的迪士尼，而非小众狂欢叫好的脑嗨 KPI。 虽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了解什么是 ISO、 什么是 EV、 什么是 WB， 但他们一定知道在点击大师模式的时候整个界面的变化，他们也一定想知道自己与大师之间的距离，他们也一定喜欢在大师模式中拍摄到第500张照片时，界面弹出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奖章。当他们打开相册，也一定会因为有一个专门的相册记录他们的大师模式拍摄的照片，从第1张开始到第500张到第1000张、10000张的大师之路。他们与薇恩安迈尔、马丁派尔、艾德拉拉斯里、沃尔夫冈提尔斯曼、森三大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从小白到大师再到自己，用户终于使用 OPPO 手机，成为了自己生活中最优秀的摄影师。用户需要的大师模式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模块、功能和入口，他们需要的是 OPPO 在硬件和算法基础上给予的情绪化价值。从我们的调研结果来看
OPPO 其实很容易陷入一个提供标准解决方案的模式，尤其是当他们身处不确定的环境中，处在竞争充分的环境中，或者产品经理对于用户以及用户需求做出假设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迷失自己。我们希望 OPPO 通过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那这些方案是定制化的推荐内容，可以满足用户的个人需求、兴趣或者愿望。那这种方式也一定有助于用户对 OPPO 产生信任和培养用户的忠诚度，因为这些方案可以告诉用户 OPPO 是在关注他们的需求，并且愿意加以改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 OPPO 的产品与生态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最后还是要引用一位调研用户的话来作为今天的视频结尾。我是从很早期开始用 OPPO， 我都忘了第一台手机是 OPPO 什么型号的了，只记得是当时公司发的。我唯一的印象就是铃声好听。几年之后我就一直用 iPhone， 今年我换了 Find X7 Ultra， 其实是我老公买的，到货的时候他出差了，我就打开先用了。当时是大儿子和我一起拆的，他比我激动，说这是 OPPO， 拍照超级好。完事儿就叫来妹妹给他拍照，妹妹不配合，两个人在客厅跑来跑去，中间还不小心摔了一下，我拦着说别摔坏了，爸爸还得用。我拿过来想看看他们拍的照片，好多都是糊的，但是突然哗啦一下就清楚了，我当时就特别震惊，我赶紧把他俩叫来继续拍。这会儿我才发现这个快门声也不一样。我们仨拍了好多，拍完我就登上自己的微信，把这些内容全发给我老公了，他也没有嫌我烦，他就给我回了一个哈哈真好。所以这个手机我就一直用了，用到今天。我在做调研的时候看到你问我用这手机拍了多少张照片，我才去数了数，数不清，还是我儿子帮我算的，说有1万多张。天哪，我几个月拍了1万多张照片，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厉害，真的是谢谢 OPPO， 谢谢你们。